眼睛终于成功渡劫，飞升仙界。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神仙般的日子，可资质平庸的他被安排到蟠桃园，做了一名最不起眼的拔草工人。检测到宿主加入天庭，奇迹系统激活中。系统苦等了上千年，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奇迹系统 1.0 加载完成，发布主线任务，在天庭每工作1天，随机奖励万年道行。干一天活就奖励万年道行，妥妥的西游世界里的打工皇帝。真香啊！新手大礼包是否领取？那必须的。恭喜宿主获得功法神隐诀，此功法可遮蔽天机，圣人以下不可测。妙在有了神隐诀，门生发大财，也不用担心枪打出头鸟。恭喜宿主获得10万年道行。短短数个时辰，吴天的修为便飙升到真仙初期，工作1天便晋升到真仙境，照这节奏下去，成就大罗金仙指日可待啊！100年时光，我如今已是太乙金仙初期修为，修炼太枯燥，也该出去透透气了。嘿嘿，3、4、5、6，嘿嘿，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哟，这不是蟠桃园的土地吗？怎么不好好修炼，四处闲逛呢？我等演练拳脚，刀剑无眼，若伤了你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拳脚无眼伤我，站着给你打，你能打伤我吗？吴天刚离开不久，没想到被刚才操练的4名新兵尾随。站住！不知几位拦我去路，所谓何事？交出蟠桃园玉符，饶你不死。我没听清楚，我只知道好狗不挡道。放肆！一个小小的土地，安敢口出狂言？你们太弱了，4个蝼蚁而已，就算死了，天庭应该也查不到我一个小小的土地头上吧？转眼已在蟠桃园苟了上千年，而这1000年中，吴天白天除草施肥，晚上打卡提升修为，偶尔跟前来摘桃的7仙女讲讲董永的故事，亦或者跟好友卷帘喝酒对诗。卷帘老兄，今天这么早？吾兄有所不知，陛下一祭天宫众神要去西天参加西游大会，顺便给如来佛祖带几枚蟠桃当礼物，所以命我早点来摘桃。西游大会，也就是说西游亮节要来了。检测到西游亮节将起，奇迹系统升级为2.0版本。恭喜宿主触发史诗级选择，选择1，无视西游亮节，奖励1万年道行；选择2，加入西天，参与西游亮节，奖励佛陀金身道果，外加1万年道行；选择3，自立为王，重定西游，将西游亮节变为最恐怖的亮节，获得神秘奖励。系统，我选3。恭喜宿主获得圣隐术，此功法为神隐术进阶版，圣人也无法测算宿主气息。妙啊，这样不管我做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。天产石猴将于3日后辰时3刻出世，宿主阻止石猴出世，奖励混沌炼圣反真道，此乃先天大道级功法，修炼到极致可超越一切本源大道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石猴马上出世，我必须现在就去断了他的念想。该如何阻止他呢？感受到石头内有一仙胎凝聚，隐隐有生命气息散出，吴天陷入沉思。就让你看看自己悲催的一生吧。不，俺老孙不要死！原来只是梦，吓死俺老孙了！这不是梦，这是你的未来。孙悟空梦见自己闹龙宫，取宝物，入地府会生死；梦见自己大闹天宫，被如来镇压500年，吃铜汁，喝铁水；梦见自己历经9981难，随唐僧西天取得真经，大兴佛门，封号斗战胜佛。然而，孙悟空很快便意识到，自己不过是诸天神佛棋盘中的一个小丑。在成为斗战胜佛时，孙悟空便死了，齐天大圣也死了。神仙，俺老孙要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命数？难道你不想成佛吗？那可是你一生的归宿。不，我可算要做自由自在的美猴王，我不愿意去当什么和尚吃斋念佛。你与本座有缘，既如此，那本座便将你逆天改命。今日辰13刻，便是你出世之时。你改命的第一步就是改变时辰，混乱天机，避世不出。神仙，我马上便要成型了，这石头随时都会裂开啊！本座传你一法门，改变身躯，你身体1日不长，这神识便1日不碎。哦，好，神仙您快教我，我绝对苟着不出。恭喜宿主阻止石猴出世成功，获得混沌炼圣反真道。不愧是以力证道的顶级法门，炼制7重天便可证到慧元大罗金仙。
恭喜宿主触发新任务，阻止石猴10日不出，奖励功法八荒六合封神诀。竟然还有奖励，这么说，只要我诱导猴子一直狗下去，便能一直得到奖励。神仙，您还在吗？我在。神仙，俺已经过了辰时3刻，是不是可以出来了？不可。神仙，俺老孙就一直苟着吗？对，只要你10日不出，本座便传你长生法门，此乃成神之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鬼神莫测。神仙，您就放心吧，俺老孙一定苟着不出。恭喜宿主，石猴10日不出，奖励八荒六合封神诀。新任务发布，石猴3月不出，奖励先天灵宝偶四步云履。这奖励不是专门为猴头提供的吗？神仙，俺已经苟了10天了，可以出来了吗？不能。神仙，那俺的奖励是啥？本座现在便传你长生成神之道，此法修炼至高深，直指大道。八荒六合封神诀，这是什么级别的功法？此乃先天法门，若你修炼至巅峰，堪比混沌神魔。师傅，俺一定好好修炼，成为真正的强者。无形中，孙悟空态度越发恭敬，连称呼都变了。只是，师傅，我啥时候才能出来啊？你现在抓紧修炼神功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是，师傅。似乎听出孙悟空的失落，吴天出言安慰：你这点寂寞都守不住，如何斗得过诸天神佛？师傅，俺知错了，俺一定把握先机，好好修炼。仅仅片刻，孙悟空便进入顿悟状态。这猴头不愧是天生地养，混沌魔元的分支，这悟性简直逆天。是谁？吴天感应到一股强横的气息破空而来。佛门这么快就坐不住了吗？才过去半个月就来探查。旋即，吴天看向神石，醒醒，马上会有佛门之人降临此地。神石内，处于入定状态的孙悟空顿时一惊。在哪？佛门之人在哪？这该如何是好？现在我也不能帮你，你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苟着不出，直到神功大成，你才有资格面对将来的劫难，否则你会继续陷入那命运的轮回，终生无法摆脱。说罢，吴天发动圣影术，与虚空融为一体。好一块神石，贫僧倒要看看你为何迟迟不化形。已然化形，但尚缺一丝，这是何故？既然如此，那贫僧便助你一臂之力。阿弥妹个豆腐，这石头果真是又臭又硬。看来观音是要祭出最强一击，若再坐视不管，恐怕要出事。哪来的贼你？来我花果山想要作甚？老贼你要对我花果山石头作甚？托你，莫不是寂寞了，想要拿块石头回去消遣？尔等畜生，也敢在贫僧面前淫淫狂飞！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此时观音再没了强攻的想法，那贫僧就用先天甘露试试吧。吸收了3滴先天甘露，孙悟空的修为眨眼便突破到地仙境。吸收这么多先天甘露，竟然还不成形，那贫僧就再多加点。就这样，观音不断3者先天甘露，孙悟空不断吸收着，眨眼便是3月后。石猴3月不出，奖励先天灵宝偶四步云履。新任务发布，石猴6月不出，奖励先天灵宝所自如意金鳞甲。恭喜宿主完成初阶段任务，获得悟道1000倍 buff， 宿主跟脚提升1000倍。这观音真是位不错的奶妈，有这么多先天甘露，猴修炼起来速度会是原先的10倍。这特喵的也太坑了吧！都撒了大半瓶，放出去可以汇聚成一条小溪了。这石头咋还没动静？罢了，贫僧会撒了如此多的先天甘露，有造化之力加持，就不信你不化形。观音菩萨守着神石闭目入定，而神石里的孙悟空默默感激了吴天一番，开始抓紧修炼。虚空中，吴天早已经入天悟境界。恭喜宿主，石猴6月不出，奖励中品先天灵宝所子如意金鳞甲。恭喜宿主，石猴9月不出，奖励中品先天灵宝9星冠。
石猴3年不出，奖励极品仙灵宝珍如意金箍棒；石猴6年不出，奖励混沌魔元精血1滴。恭喜宿主完成石猴出世任务，获得顶级奖励离怨剑升级为极品先天灵宝，获得防御类极品先天灵宝天丝软甲。这就是大罗金仙的力量吗？现在即使是圣人，也没法从天道本源轻易抹杀我。我已经站在3阶的高处，总算踏出了自立为王的第一步。如今的我，对付只有准圣中期修为的观音，一招就够了。想不到这会儿6年就到了大罗金仙层次，真是多亏观音这位称职的奶妈。既然系统已经发完了奖励，苟着也没啥意义，该出世了。好，醒来。这如此强大的气息，这就是师傅的实力吗？好，你可以出世了。憋了多年的孙悟空，在崩裂出世的第一时间，双目中一道金光直刺九霄，天庭被金光扫过，蓝天门震动，凌霄殿防御大阵自动闪现而出，众仙骇然。这啥情况？地府内一道金光直刺九幽，十殿阎王大惊，就连丰都大帝都睁开了眼眸，露出一丝疑惑之色。俺老孙总算出来了。大罗金仙，这猴头怎么能成大罗金仙？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里。看看那是谁？这个人我在梦里见过，你是观音。这猴怎么认识我？不对劲，这真不对劲。他修炼的是哪门功法？我居然看不透。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毕竟见惯了大场面，观音丝毫不慌，拿出法器强行施展度化之术，想直接把孙悟空度化带入佛门。小飞棍来哟！你在笑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被温暖了心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好你个臭观音，竟敢使阴招，吃俺一拳！咋回事？这猴居然不上套？难道是我施法念咒的姿势不对？泼猴，区区大罗也敢对贫僧动手？虽然贫僧不知你如何修的这般神通，今日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。这泼猴到底什么来路？他竟然连法天象地都修炼出来了，那个法天象地也不对劲，贫僧居然从未见过。不过你再离谱，是我神通也该半死不活了。好你个臭娘们，先是眼，后是骗，骗不成变动武，你这佛门之人果真没一个好东西。啥玩意？居然还好好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这泼猴，数次辱骂本座，更是对我佛不敬。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。可笑，我这玉净瓶可装四海之水，你就变得再大也没用。师傅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就BBQ了。毫无宝，但凡有件极品先天灵宝，观音也没法动它分毫，看来没法低调了。不过得压制一下实力，不然把观音打嘎就不好了。那是什么？万千花神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恐怖的力量？莫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得尽快回去。阿弥陀佛，佛祖，想必观音尊者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孙悟空虽出世迟了几年，但无大碍。诸位，我佛门大兴在即，待西游亮劫结束，尔等皆可共享气运。佛祖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观音尊者，你作为4大菩萨之首，拥有准圣6重天的修为，为何如此狼狈？佛祖，那妖猴出世就是大罗，而且是大罗金仙巅峰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佛祖，我说的千真万确，不知是谁传授了那妖猴神通，他居然还会法天象地。就算这样，我也能打过他。可怕的地方就是
有一个神秘高手出手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恐怕早就……神秘高手？什么样的神秘高手能把你打得如此狼狈？看来定是有人在算计我佛门。佛祖，想必这神秘之人肯定和圣人有关，当然天庭也不排除。玉帝可是知道我们的详细计划呀。观音尊者所言极是，一般的阿猫阿狗、三教九流，谁又会吃了豹子胆了敢跟佛门作对？文殊此后肉身强悍，但观音一掌已然让其重伤，就由你前去擒他前来吧。你之神通对付他应该绰绰有余。谨遵我佛法旨。师傅，这都是给我的。这些都是先天灵宝，算是给你的奖励。现在你的战力飙升了10倍不止，就算再对上观音，也丝毫不虚。多谢师傅。悟空，来生意了。佛门文殊菩萨修为准圣4重天，你可战之。正好让俺老孙试试师傅送的装备。孙悟空，贫僧乃西天极乐文殊菩萨，速速与我回西天，莫要误了前程。贼文殊休要蒙骗俺老孙，看棍！这极品先天灵宝。好家伙，这秃驴居然逃跑了！孙悟空这货全身都是极品先天灵宝，绝对是个挂壁，跟他还打个锤子。大家都是打工人，何必拿着微薄的工资就拼命呢？溜了溜了！佛祖，你不知道那猴头好生厉害，浑身是宝，可谓是刀枪不入，就跟开挂了似的。这泼猴到底是什么路子？依贫僧看来，这猴子身后极有可能是圣人作祟，来算计我佛门。即使是圣人，弄我佛门也得先掂量掂量，想想后果。诸位，那孙悟空乃天产石猴，夺天地之造化，今日月之精华，修非常之道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阿弥陀佛。此乃孙悟空之解数，咱们坐享其成即可。地藏王菩萨，今有神秘人算计我佛门，你可命人在生死簿上写下孙悟空之名，待他寿终正寝后，携他魂魄来西天。谨遵我佛法旨。切要小心，你之修为对付那妖猴绰绰有余，小心落后黑手。佛祖尽管放心，不管是谁，他也不敢来地府撒野。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吗？就是他。有意思啊，佛门居然忍耐了这么久，看来是要通过地府动手了，这真是最保险的方法。可惜你们遇到的人是我。幽冥之地嘛，本座便去看一看，说不定还有奖励。这是幽冥界，我咋会在这里？泼猴，你阳寿已尽，今奉阎罗王法旨，特拘你魂魄前来。胡说八道！俺老孙早已成就大罗，跳出3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怎会寿终正寝？你现在只是魂魄而已，还当自己是大罗金仙呢，蠢货！哼！大胆小贼，敢勾你孙爷爷魂魄，找死！悟空大闹地府，狠狠的闹，一切有为师在。好嘞，师傅。阎罗们，俺老孙来了！快，那泼猴杀来了，他来了！秦广王，俺老孙正道大罗，与天地同寿，为啥你们要派人勾我魂魄？大王息怒啊！大王息怒！天下之大，亿万万众生同名同姓者多，怕是那黑白无常吃了猪油蒙了心，勾错了人啊！胡说八道！要不是有你们授意，区区黑白无常这样的小喽啰，敢招惹孙爷爷，速速取来生死簿，俺老孙要亲自看看。遵命大王，小的这就献上生死簿。
这特喵的一看就是刚写上去不久，字迹都是崭新的，给我拿笔来。大王，使不得呀，这可使不得。大王息怒，小的这就给您。孙悟空二话不说，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划去，随后没有一丝停留，把花果山猴子猴孙们也统统划掉。十殿阎罗只能恭敬地站在一边，心中暗暗发痛。泼猴，你扰乱地府，你触犯天条，私自修改生死簿，其罪当诛，速束手就擒。好你个地藏王菩萨，怕是俺老孙这件事就是你捣的鬼吧？拿命来！找死也！打天上地，战神之辉。一听，大悲渡魂场。阿弥陀佛，妖猴，你罪孽深重，还是随本座回灵山，在佛前忏悔吧。完犊子了，这下真完大了！师尊咋还不来救我？俗话说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你是谁？我是土地。土地，你是哪里的土地？现出真身让本座瞧瞧，藏头露尾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大罗金仙。好一个土地，谁家的土地会是大罗金仙？说吧，你来鬼都所为何事？放了孙悟空，我给你一条生路，否则别怪本座不客气。你这威压太弱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只是一个大罗金仙？我啥时候说过自己是大罗金仙？其实你真的很弱，要是想打，今天咱们既分高下，也分生死。牙尖嘴利，区大罗也敢对本座不敬，看法宝。地藏王，你既然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。我去，就一招。地藏金身太弱了。这真的只是大罗吗？我信你个鬼！大罗金仙能秒杀拥有诸多先天至宝的准圣六重，此人绝对是某个绝世大能。俺老孙又出来了，娃哈哈！师尊，接下来俺该干啥？悟空，为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想干啥干啥。悟空，为师不能私自帮你，此件事了，为师有宝物赐予你。师尊，俺老孙此生一定不负你所望。阎罗们，你们听命于地藏王，俺老孙虽知你们是被逼的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大王饶命啊！多谢大王不杀之恩。这还没完，俺老孙可没说就这么轻易饶了你们。大胆泼猴，竟敢大闹我北斗！酆都大帝，找打！你为何无端破坏九幽之地？这可是犯天条的罪过。我为何破坏你幽冥之地？你纵容地藏王菩萨在地府颠倒黑白是非，勾我魂魄作甚？看打！这泼猴是吃肾宝片长大的吗？这气势完全不像大罗。大王，有话好好说，先别打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大王，那地藏王菩萨代表了佛门，向来是霸道，常年对我地府之事指手画脚，朕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这话我不爱听，来点实在的，俺老孙就收手，否则……给俺老孙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否则今日俺老孙不介意毁了你整个鬼都。大王，我地府除了生死簿，实在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宝物了哇！还请您明示，我们地府上下一条龙服务，保您满意。好说好说，那你跪下唱个征服听听。这不太好吧？
你不会以为我真要你唱吧？花花世界迷人眼，没有实力别再脸。从今天开始，地府里凡是和佛门有关的人都给我拔掉，俺老孙就放过你们。哦，哎呦我去，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干却不敢干的事吗？猴哥，您是我的神，都嘎了，全都嘎了。反正佛门的人问起来，有猴哥顶包呢。得嘞，您一路走好，小的这就去办。秦王王何在？陛下，小王在。速去天庭报告此事，并且告知陛下孙悟空大闹地府的事。遵命。切记表现得越凄惨越好，最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去。若要公费修缮地府，要是被问起来，就说我重伤未愈，卧病不起了。佛祖，大事不妙，地藏王菩萨魂灯灭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地藏王菩萨圆寂了。地藏王菩萨确实圆寂了，本座竟也无法算出他的因果，他的一切气息都被斩断了。无妨，本座神念降临地府，一问便知。阴天子，你可知的藏王菩萨为何突然圆寂？这都是那妖猴干的。他不仅嘎了地藏王菩萨，还大闹地府，破坏我地府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，简直不是人。可恶的妖猴，竟敢如此大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阿弥陀佛，是时候放出大招燃灯蛊婆了。恭喜宿主大闹地府增强100倍，获得神秘奖励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只要将稀有量劫往恐怖处发展，使劲坑佛门，系统便会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奖励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成功领取奖励，大闹地府强化100倍，天灵根提升至2品，监控地府佛门势力，获得辅助宝物大道蒲团。妙啊，这天级灵根2品真是妙的呱呱叫。还有这蒲团能助人灵台清明，加速对道的感悟，宛如硬生生的提升了1级灵根。有了这玩意，修炼速度简直就是坐火箭啊！师尊，俺老孙回来了。悟空，你来的正好，接下来师尊需要外出一段时间，没了为师的庇护，你要独自成长，在坑佛门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师尊，弟子明白。悟空，你如今已达瓶颈，这滴精血乃是混沌魔元精血，也是你的完整之躯一滴精血，对你的修行有莫大的帮助。待你完全炼化精血，就是你正道准圣之时，到时你实力定能堪比准圣巅峰，神功大成，佛门还会再来的，打不过就投降，要有格局。放心吧，师尊，俺老孙很惜命的。俺老孙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炼化精血，完成师尊的任务。又来了，不知这次是哪个秃驴？孙悟空，你罪大恶极，扰乱幽冥，打死地藏王菩萨，天理难容，奉如来佛祖法旨，押你回灵山受审。燃灯，俺老孙何错之有？你佛门凭什么要审判俺老孙？你们可以主宰别人的性命，肆意玩弄他人命运，难道就不许别人反抗？哼，泼猴，不要强词夺理，我佛就是number1，你所犯之罪恶，天理难容，还是随本座走吧。师尊，你让我跟他们回去，俺老孙做不到任人摆布，俺要拼一把。哼哼。燃灯，俺老孙不服，你可敢10年后再与老孙一战？阿弥陀佛，你这泼猴只是有点奇遇吧，还不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吗？就算给你10年，你也只是个跳梁小丑罢了，随本座走吧。好，该给你的我都给了，希望你不要让为师失望。离开天庭快1年了，该回去看看了。小小土地果然没人在意，我都离开了整整1年，都没人发现。算了，以防万一，还是留具分身在这里吧。还有3日便是公审孙悟空之日了，我得去看看佛门的表演，顺便看看西方现在情况如何了。吴天一路西行，却发现越往西方妖怪越多，直到来到佛门圣地前的通天河。可这通天河中却有无数妖魔鬼怪。这通天河后便是佛门圣地，却不知佛门之人豢养了如此多的妖魔鬼怪，恐怕原著中的鲤鱼精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真是虚伪，难怪讲一次经就要收人3斗3升黄金，可悲！这样的佛门简直就是毒瘤，不坑死他们，
留着过年嘛。本座定要让你佛门在3界出名。阿弥陀佛，不知施主为何说我佛可悲又可叹？因为佛以腐朽，又如何能普度众生呢？小僧金蝉子求大师解惑。这可真是瞌睡送枕头，我还想让悟空找机会拉这小子下水呢，没想到在这碰上了。要是把他忽悠了，说不定系统给的奖励更牛掰。金蝉子，你先跟我说说啥是西天极乐？我西方10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，号阿弥陀，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人妖魔，哪怕是飞禽走兽，生来就是干干净净，随着成长会沾染爱恨纠葛。而这世上哪有真正的只有享乐而无悲痛的净土极乐世界呢？你眼中的极乐世界是真的极乐世界吗？以佛门大成，佛法3藏，可度亡者升天，抵达极乐，可助人脱苦，消无妄之灾，令人有福无祸。你佛门说色身虚妄无常，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永恒的归宿，岂不知这就是最大的谎言？你施主，你为何如此诋毁我佛门？那我问你，你佛门口口声声要众生平等，普度众生，是不是要让信佛者出钱印刷佛经，让百姓出香火钱打造佛像金身，让信徒既要出钱，还要除去7情6欲，供你佛香火旺盛？你佛门凡俗僧侣高筑庙堂，乱世闭山门，盛世迎香火。你佛门高层更是借着普度众生的名头行苟且之事。你看看这临近西天的百姓是何生活？这佛前4大皆空。你闭嘴！让我说，群魔乱舞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你佛门的渡人之道，就是讲一次经就要收人3斗3升黄金吗？我辈修士自当逆成仙，顺成人，追求无上大道。所谓家国天下，当以万生请命。而你佛门的佛光普照之下，灵山之上皆是些贪婪懒惰之徒，这样的地方也配叫极乐世界？坊间有一句传言，叫雷打真孝子，财发狠心人，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，生活只欺穷苦人，佛门只渡有钱人。吴天的话字字诛心，把金蝉子那一颗奉为至高无上的佛心上抹上了无数问号。他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吴天的话。大师，我悟了，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金蝉子，你我有缘定会再见，今日就此别过吧。恭喜宿主动摇金蝉子佛心，金蝉子有意背叛佛门，获得神秘奖励，发布主线任务，怂恿金蝉子脱离佛门，奖励宿主神秘奖励。就是这个节奏，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神秘奖励，获得宝物极品法身势力，此舍利子乃系统出品，无副作用，无视佛心，可助修佛之人提升海量修为。这就是为金蝉子量身定做的极品宝物吗？等把它收了，就把这玩意送给他。明天就是公审之日了，下面都是佛门为了长面子邀请来的散修，我先潜伏进去，低调行事。兄台，看你形容不俗，这可是灵山上送下来的灵果仙酿，咱们这一趟可算来值了。都是些垃圾，不入流的果子跟饮品罢了。呵呵，还真是佛门的作风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早就请上了灵山，这些散修仙人却被狗眼看人低，可真下头。好家伙，又有好戏看了。修士的鲜血最是美味，老衲好久没有尝过了。上次吞吸鲜血还是在1000年前，都是那节银鱼准提限制，否则我现在早已力压如来，掌管佛门了。金仙修士就这了。真是美味。道友们，此处有邪修混入，速速醒来！这不是西天文道人菩萨吗？怎么会？你已归附佛门，如何还行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？没想到啊，老衲归隐多年，还有人记得老衲名号。既然如此，成为老衲的血食，也是你们的造化。你乃是佛门菩萨，早已6根清净，你如此行事，不怕被天下人耻笑，不怕给佛门蒙羞吗？菩萨，谁规定菩萨就不能开荤了？老衲只要将你们全部吸食干净，再将这里扫荡一空，谁又知道这是我文道人所为呢？本想出手救下这群可怜人，不过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一个准圣5重天巅峰，一个准圣7重天，看样子仇恨不小啊。
本座等你很久了，文道人，你苟活在佛门这些年可开心？当年你将我师姐归灵犀的一干二净，连她元神都不放过，今日我便斩了你，祭奠我师姐在天之灵。他是截教教主4大亲传弟子之一的无当圣母，咱们有救了。吴天兄，没想到我们竟然能见到无当圣母。咋了？你很崇拜无当圣母？无当圣母可是截教唯一行走在世间的嫡传弟子，她化身骊山圣母在世间传道，我派也曾受到过她老人家的传道之恩。没想到也是个真性情女子，罢了，等下看情况帮她一把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这个逃跑王啊！当年万仙阵中若不是你师尊助你，怕是封神榜上也得多你一个。本以为这里有一位金仙，没想到却是你这条大鱼。如今你已是丧家之犬，当年我能吸干归灵圣母，今天也能让你下去陪她。准圣母重天的鲜血，可是大补之物。住口！本宫今日便斩下你的头。你就这点水准，还想斩我？日月珠，想不到归灵圣母的宝贝落到了你手中。这些年我走遍山川祭炼日月珠，现在终于炼化完全，可以催动它的全部威力。今天就用师姐的法宝拿你性命。吞宝血光。老衲定然你爽快死去。不能逃，否则这里的修士必死无疑。今天就算燃烧本源，也要救下这些无辜。文道人，你可知自作孽不可活，今日便是你身陨之时。老衲我皈依佛门，多年不曾在三界走动，没想到区区一个黄口小儿也敢对我造次。一只小蚊子而已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我纵横一世，杀过的人没有10万也有8000，更是吞吸了归灵，想杀我的人海了去了。凭你也想嘎了我？做梦吧！不好，他要逃走。没关系，他逃不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的血光可以破开一切法力。啊，结界，难道是法则秩序所炼？这么多法则，他到底是啥人？哎呦我去，这小蚊子防御力还挺强，一下居然嘎不了。老祖，叫我！完犊子了，完大了，这厮不管我了，骗了。是文道人的血遁术，大佬不能让他逃了。有意思，终于来了吗？